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这一集我们要去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，总共有4个园区，分别是新加坡动物园、夜间野生动物园、河川生态园和新加坡飞禽公园。其中日间动物园、夜间动物园和新加坡河川生态园这3个园相邻，所以今天我们安排要逛这3个园区。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必看表演，以及需要事先预约的动物体验吧。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位于新加坡北部，除了自驾或是搭计程车前往，也可以先搭到地铁站，再搭接驳巴士到园区。如何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可以上动物园的官网查询。官网上列出了哪些地铁站是有接驳巴士的。这个到卡迪站的是万泰接驳巴士，从地铁站到动物园是3块新币，再搭回卡迪地铁站则是免车票的。还有一种是万泰城市捷运，可以在市区的几家饭店或热门景点搭乘，但需要事先预订座位才能搭乘，而且班次较少。可以参考动物园的网页哦。我们要先前往新加坡动物园。新加坡动物园和河川生态园在左侧，夜间动物园在右侧。在新加坡动物园的前方是餐厅区，餐厅区看起来蛮大的，座位也不少。我们有先购买新加坡通票，并且预订这3个园区的门票。在入口处扫描票券的 QR code 就可以入园咯。进到园区，可以用万泰的 App 的导航功能。App 上可以看到目前位置，以及显示附近有哪些动物可以看。找到想去的地方，并按下导航，就会显示游园车路径和步行路径。游园车很可爱，是老虎的花纹。我们在官网预约了下午1点15分的白犀牛喂食，要提早15分钟到白犀牛区报到排队。刚好旁边就是游园车的3号站，让工作人员刷凭证 QR code 就会拿到号码牌。每一场的动物喂食都很热门，建议要事先预订哦。在快轮到我们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先拿哈密瓜给我们。原来白犀牛有吃哈密瓜。第一次喂白犀牛，感觉新奇又有趣。白犀牛长得很可爱，但喂它时手会沾到口水。喂食时，工作人员会帮忙拍照，体验大概5分钟就结束了。还没吞下去啊！结束时会拿到这张小卡，出园前可以看是否要买园方帮忙拍的照片。喂完后可以找附近的洗手台洗手。旁边的斑马也有喂食体验，但跟我们的行程时间对不上，就没有报名。那边的游客应该是购买私人导览的行程，有专人带着他们逛和解说。接着来到长颈鹿区，这里我们也有预约喂食体验，时间是下午的1点50分。
一样扫完凭证后会拿到号码牌。长颈鹿是位胡萝卜。我们站在斜坡上来的高度，正好让长颈鹿只要稍微低头就能吃到胡萝卜。虽然一次体验要8块新币，但真的很好玩。离开原野非洲区，前方不远处有儿童世界。在睡觉的马岛长尾狸猫。园区里有自由行动的猴子，工作人员在树下站岗，避免游客被猴子攻击。园内有不少的公厕以及饮水机，蛮贴心的。前面是爬行世界。来到户外的爬行类王国。这里是巨型陆龟区。每一只都好巨大。每天下午的1点15分可以预约喂象龟哦。超级大只的科摩多龙。经过马来熊和红毛猩猩区后，我们终于到邵氏基金表演剧场。每天中午12点和下午2点半会有探野世界动物表演，不用先预约，直接进入剧场找位置坐就可以了。透过饲育员的介绍，可以看到好多不同种的动物。也有比较怕生的动物，饲育员很有耐心的引导。因为有许多小朋友会来看表演，现场也有让小朋友能与动物互动的机会。除了看可爱的动物们表演，甚至设计了动物会将垃圾丢入垃圾桶的桥段，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。看完表演后往出口走，看到头上像顶着棉花的绒顶圣柳猴。来到埃塞俄比亚大裂谷，看到来自西非很呆萌的侏儒和马。马来虎。须猪。大致逛完一圈，既喂到了动物，也有看到探野世界动物表演。在出园前会看到可以购买照片的地方，出示员工提供的 QR code 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照片。可以选择要买哪些照片，并列印出来。至少要买1张照片才能下载到其他照片的电子档。1张照片要50块新币，可以自己评估是否需要。最后会经过纪念品店。
娃娃、小东西都蛮可爱的。我们在新加坡动物园大概逛了2个半小时。接着要前往河川生态园。我们大概是下午3点半入园，一样扫门票 QR code 入园。河川生态园的路线比较单纯，往左或往右都可以绕一圈回到入口。主要看点有河沿物语、亚马逊游船，还有大猫熊。我们先往右走，来到亚马逊红翼林。走出来后，会继续沿着木栈道走。我们有先在 App 上预约下午4点半的河沿物语。河沿物语在园区最里面的游船广场进行。因为游船广场的座位比较少，而且坐前排的视野比较不会被挡到。建议在开放入场时就先提前入场，才有机会坐到前排的位置。河沿物语的表演时间大约25分钟。结束后出来可以顺路体验亚马逊河探索游船，需要先在一旁的自动售票机买票，依照指示买票、付款、取票即可。Jaguar's diet includes peccaries, capybaras, and even deer. 游船蛮有趣的，可以看到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动物。结束后，我们要往对岸的大猫熊馆前进。有大猫熊成长记录。我们参观的时候刚好只看得到一只大猫熊。进到室内，第一个感想就是好冷。除了大猫熊，这里还有喜马拉雅小熊猫。超宽敞的展馆，终于找到大猫熊了。
在园区内一定要注意食物或包包，一不留神，食物就可能被野生的猴子抢走了。离开大猫熊馆，往园区出口走，会是各大知名河流的展区。来自湄公河、马利河、恒河、尼罗河、刚果河等不同的鱼类以及其他物种，非常丰富。河川生态园比较小，我们参观一圈大约是2个小时左右。未来会开放的万泰木板路，应该可以沿着园区外围散步。为了等待晚上7点15分入园的夜间动物园，我们先去动物园和河川生态园外面的餐厅区吃饭。这里虽然有肯德基，但品项只有炸鸡。随便找了一家餐厅解决晚餐。这里大部分的店家只营业到晚上6点或6点半。吃饱后，我们前往夜间动物园。来夜间动物园要事先选好入园时段，在官网买票时就可以选择，或使用新加坡通票选择夜间动物园后，再到官方链接选择入园时段。今年刚好是夜间动物园的30周年。我们在晚上6点40分时想提早排队入园，结果发现原来可以提早入园。只是步道和导览车都是晚上7点才开放。进来后，旁边就是夜晚精灵动物表演的入口。这个表演也是要预约才能入场。入口旁的舞台是晚上8点和9点各一场的木瓜火舞表演。园区总共有4条小径，分别是穿山甲小径、花豹小径、东站小径和带欢小径。纪念品店和园区的餐厅是晚上6点半开始营业。在表演跟导览车还没开放时，可以先来逛逛。如果对另外2个园区外的餐厅没兴趣，可以6点半先进来夜间动物园这里的餐厅。看到很多人7点前就先来排队搭导览车，想趁天黑前看清楚动物。但我们打算先看7点半的精灵秀。场地蛮大的，可以容纳不少观众。大约25分钟的表演，可以看到不少种动物和介绍。出来刚好接上晚上8点的目光表演。逛到第3个园区，这时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体力再走小径了。我们最后打算搭导览车逛园区就好。很多人跟我们一样，先看完精灵秀和火舞秀，再来排导览车。我们大概排了20分钟才上车。导览有不同语言可以选择，但是要插上耳机才能听。工作人员一样会帮忙拍照，如果喜欢可以购买。要出发喽！为了不要影响动物，现场只会有1点灯光打在展区。个人的手机及摄影设备也要记得关闭闪光灯哦。
想要拍照，建议可以坐在车厢的右边，会看到比较多动物。绕一圈园区大概是30分钟，会在5号站台下车。我们在夜间动物园停留了2个半小时。如果要走完所有小径，应该要再多1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。今天我们带大家逛了3个园区，一天逛3个园，其实真的蛮挑战体力的。不过3个动物园各有特色，很推荐大家安排时间来玩。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、体力和时间安排要逛几个园区。这边整理一些重点给大家参考。那就下一集再见喽！下一集我们回到市区，带大家逛逛市区值得一访的景点，像是牛车水、麦士威熟食中心，看看里面有哪些排队名店。逛逛在饭店附近的100AM 购物中心，有唐吉诃德、无印良品等日系品牌。想要买零食、瓶装水，可以来逛的当地超市。前往新达城一窥财富之泉，同时也是鸭子船的搭乘地点，用不同的角度欣赏新加坡的城市景观。敬请期待下一集哦！喜欢我们的影片也请按赞订阅哦！